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还原事实，探索真相。欢迎来到今天的《绝密档案》，我是大碗。2015年3月4号凌晨3点，在台湾桃园市复兴路99号一栋高层大楼的后方，突然传出了砰的一声巨响。在巨响发出时，其实旁边有一些还在营业的商户是听到了这个声音的，也确实有一个商户下楼去查看，但当时他没有绕到大楼的后面去看，仅仅在侧面看了一眼，所以他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直到又过了2个小时，到了凌晨5点钟，在大楼的6楼有一个酒店，叫桃园帝豪酒店。酒店里有一名工作人员下楼来到大楼后面，这才发现大楼后面的地面上赫然躺着一名血肉模糊的年轻女子。再仔细一看，这名女子竟然是今天酒店里新来的同事，她叫于寒薰。这并不是一起普通的坠楼案件，这起事件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谜团，被称为台湾版的蓝可儿事件。这件事直到事发半个多月以后才得以被媒体报道，一时间关于于寒薰的死因、自杀、情杀、涉毒甚至灵异种种说法众说纷纭。究其原因，在这起事件中有3大疑点极为诡异。首先第一点，事发酒店内的监控录像莫名其妙地丢失了至少2个片段，这2个片段加起来长达1个小时，可酒店和警方都表示监控录像没有任何剪辑。第二点，和蓝可儿事件一样，在死者最后出现的监控画面里，他表现出了一些非常诡异和夸张的肢体动作。他会在垃圾桶旁边做出一个扔垃圾的动作，可是手里却没有任何垃圾。他就像是受到了某个人的召唤，光着脚走进了监控死角，并在一路上做出各种诡异的姿势，似乎嘴里面还念念有词。这些动作和当年蓝可儿遇害之前的行为可以说是极为相似的。第三点，这件事最终被定性为意外事件，但是死者于寒薰他坠楼的地点其实是在酒店内的一个通风窗口，这个窗口非常小，成年人在正常情况下不可能会在这里失足坠落，所以说这个事儿从这点来看，好像不太可能是一个意外事件。仅仅这3大疑点就已经让这件事儿变得扑朔迷离，而除此之外，在这起事件中还充满了复杂的人情纠葛和利益纠纷。尤其在事发以后，和于寒薰有关的一些人和酒店有关的几个关键人物，他们都莫名其妙的三缄其口，甚至有的直接搬家了。这一系列操作让警方调查屡次碰壁，当然警方后来对这个事儿的其实也没有搞出个所以然来，只能由家属和其他的热心人士继续坚持调查。至于这其中到底是怎么回事，藏着哪些秘密，咱们先来看看死者于寒薰这个人。在事发时，于寒薰只有26岁，很年轻，青春靓丽，非常漂亮。她老家在台湾基隆，家里有父母还有一个姐姐。据母亲说，于寒薰是一个性格温顺乖巧的姑娘，从没让父母操过心，从高中开始就没向家里要过钱，开始打工自给自足。不过她目前的工作其实比较边缘，她是一个陪酒女郎。在这里需要说的是，虽然身为陪酒女郎，但是她呢其实属于那种相对比较正派的，比较单纯的。我们想这样的工作难免在工作中会遇到一些客人提出一些大家都能够想到的一些要求，说白了就是让她出台去做一些那种事情。但是于寒薰呢，她对这样的事儿比较反感，一般她都会拒绝。同时她身边的姐妹呢对她也比较了解，会帮她处理这些麻烦。所以因为职业关系，
于寒勋的社交圈子其实是比较杂的，也正是因为职业原因，他经常会在不同的酒店或者夜总会之间流连，更换工作地点。在平时他都是在老家基隆或者台北这2个地方工作，他的人脉也都在这儿。但是很凑巧的是，在事发前不久，他在朋友的怂恿下，机缘巧合来到了陌生的城市桃园，来到了事发的这个桃园帝豪酒店当陪酒女郎。可是万万没想到啊，在来到这里的第2天凌晨，他就莫名其妙的坠楼死亡了。2015年3月4号凌晨5点，桃园警方接到报案，说帝豪酒店有人坠楼了。短短7分钟之后，警方就赶到了现场。此时于寒勋其实还活着，还有微弱的呼吸。于是当医护人员赶到之后，立刻对他展开急救。可是于寒勋呢，毕竟是从6楼摔下来，他伤得太重了。当时他们救了整整20几分钟，于寒勋最终还是没有挺过去，在临近6点时被宣告死亡。与此同时，警方也立刻对现场展开调查。首先，在坠楼现场附近没有什么太大疑点，大楼的后面是一片堆放杂物的地方，虽然比较脏乱，但是没有发现可疑的痕迹，基本可以确定于寒勋就是坠楼，而不是被抛尸于此。其次，结合于寒勋尸体的位置，再结合他是在6楼帝豪酒店工作这一点，那么他的坠楼地点也很快就得以确认了，是在6楼帝豪酒店内的一个通风窗口，而这也是这起事件中的第1大疑点。坠楼地点是在6楼帝豪酒店内的一个通风窗口，这个通风窗口的外面是一个天井，不知什么原因，于寒勋在这个通风窗口坠落下去，顺着天井一直落到了地面，被生生摔死。这件事本身就很不可思议。一般情况下，大楼的通风窗口那肯定是有栏杆、有栅栏、有遮挡，但是这里却没有。再去看看其他楼层，在通风窗口这里其实都有一个木板遮挡，那么帝豪酒店这里这个通风窗口为什么没有呢？警方询问了一些酒店员工，一些员工说前几天这儿还有遮挡呢，他们也不清楚为什么现在没了，有可能是在维修。除此之外，值得注意的是通风窗口的尺寸，它叫通风窗口就意味着它很小，它这高度满打满算只有110厘米，宽度也只有70厘米。于寒勋虽然他不高，但是他也有1.6米，从这个尺寸来看的话，就算再不小心也不太可能失足在这里跌落下去。所以这件事给大家的第一印象就认为说这不可能是意外事件。但是奇怪的是，这件事随着后续调查，最终却以意外事件来结案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其中是否隐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呢？因为这个通风窗口实在是有点小，所以一开始有人提出说于寒勋有没有可能是自杀，那他故意钻进这个窗口然后跳下去。但是这种可能性随后就被排除了，因为于寒勋他的精神状态最近还不错，而且就在当天下午，他还和母亲打电话说后天要回家和母亲一起过元宵节。这个线索还是比较关键的，这基本就可以排除自杀的可能性了。那如果不是意外，也不是自杀，那么这事儿就只能是他杀了。常见的他杀不外乎3种情况，我们之前在节目里也常说，仇杀、情杀和财杀。那咱们来逐一分析。首先看于寒勋呢，他是刚刚来到桃园，刚来了1天，在这儿他人生地不熟，没有任何朋友，而且这一整天呢都在上班，这根本就来不及去得罪什么人，更谈不上有什么感情了。所以说仇杀和情杀基本首先就被排除了。剩下的财杀、为财杀人，这种可能性其实还是有的。陪酒女郎的工资是日结，当天晚上于寒勋刚刚拿到了自己的第一笔工资8000块，但是后来警方
仔细检查了于寒勋的遗物，发现这8000块不见了。除此之外，于寒勋的项链也不见了。我们当然可以怀疑这笔钱这些财物被劫匪抢走了，但是咱们说实话，8000块不算多，一条项链也不会值太多钱，为了这点钱去杀一个人，如果这事儿发生在80、90年代那还能说过去，可是这事儿它发生在2015年，这就说不过去了。而且还有一个细节必须要说，于寒勋自己他的包里本来就有3000块，所以他一共有11000块钱，可是丢的只有那8000，这一点也很难用财杀来解释了。不过钱的这条线呢，其实还能牵扯出一个关键人物，这个人叫马凯凯。当时呢，就是这个马凯凯把于寒勋介绍到帝豪酒店来的，这个人在后面咱们会提到。所以现在呢，从动机的角度不好分析，那么警方也只能调转方向，打算从酒店的监控录像里面去查一查，看看当天晚上于寒勋他到底都做了什么，跟谁有过接触。而这起事件最为诡异的一点也从监控视频里面出现了。那么结合监控视频，我们就先来看看案发当晚于寒勋的时间线。3月3号晚上8点多，他和几个同事一起接待了几位客人，他们一直在包厢里面喝酒，喝到了深夜11点多，将近12点才结束。结束以后11点53分，于寒勋来到了酒店的公共休息室，打算在这里凑合睡一宿。从监控里可以清晰地看到，他走进休息室，坐在其中一个沙发上，脱下高跟鞋，然后躺下休息。之后过了1个小时，到了凌晨0点53分，监控拍到于寒勋从沙发上站了起来，他光着脚在休息室里摇摇晃晃地走动，此时他身上多了一条红色的披肩或者毯子之类的。从他这个摇摇晃晃的状态来看呢，也许他晚上是喝了不少酒，酒劲儿上来了。然后呢，他就走着走着走出了监控的范围。不过很快，一名酒店的女性工作人员又扶着他走回了沙发上，让他躺下。可是过了几分钟之后啊，他又一次起身，又一次摇摇晃晃地走出了监控范围，应该是离开了休息室。然后那个女性工作人员又一次把他扶了回来。再之后又过了1个小时多一点，时间来到凌晨2点06分。这个时候于寒勋突然又一次从沙发上坐了起来，手里还是拿着那条红色的披肩，还是光着脚，还是摇摇晃晃地向外走，看起来应该是又离开休息室了。这个时候呢，刚好有一个同事在这儿经过，他看于寒勋行为举止比较怪异，还回头看了他一眼。这个时候的时间是2点06分52秒。这个时间点咱得记住，也就是在这个镜头之后，监控画面向后整整跳过了25秒，监控里的时间直接来到了2点07分17秒，并且这个时候监控的画面也从休息室内切换到了休息室外面的走廊里。只见于寒勋走出休息室以后，来到走廊的尽头，此时明显可以看到他头发凌乱，双眼无神，走路摇晃不稳，这样一直往前走，来到了走廊尽头的一个垃圾桶旁边。也就是在这个垃圾桶旁边，整段视频最为诡异的一幕出现了。从监控视频里可以看到，于寒勋在走出休息室以后，他的2只手里应该是没有什么东西的。但是当他走到走廊尽头，在这里有一个垃圾桶，他却对着垃圾桶做了一个丢垃圾的手势，就好像手里有垃圾，把垃圾扔进了垃圾桶里。这个镜头就相当诡异了，明明他手里没东西啊，这岂不是丢了个寂寞吗？所以后来呢，也产生了很多不同的说法。比如于寒勋的姐姐，她说可能当时妹妹手里啊抓着一个纸巾什么的，把这个纸巾扔进垃圾桶里，纸巾团起来比较小啊，
监控里可能看不到。当然也有说法说，可能他当时并没有往垃圾桶里扔东西，而是从垃圾桶里拿了一个什么东西出来。可是从后面的监控里能够看到，他离开垃圾桶之后，手里确实也没拿东西，这是第一个比较诡异的地方。而在这里丢完垃圾之后呢，更加诡异的是，于寒勋没有返回休息室，而是直接继续向前走，走出了监控范围。这大半夜的2点多，他为什么不回去休息，而是要继续往前走呢？仔细观察这段监控画面，能看到他在丢垃圾的时候，突然非常错愕的微微抬头向前方看了一眼，就好像在前面有人在喊他。而且在这里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细节，刚咱们说于寒勋他在离开休息室的时候，恰好有一个同事也经过这里，还回头看了他一眼。后来有媒体采访到了这个同事，记者问他当时为什么要回头看一眼于寒勋呢？这个同事回答说当时于寒勋看起来有点不太正常，嘴里嘟嘟囔囔的在自言自语，不知道在说什么，而且他走路的姿势也非常奇怪，扭扭捏捏，还有点内八嘴里面念念有词，走路摇摇晃晃，甚至从这个监控里能看到他双腿的姿势确实明显有点扭曲，总之就是不自然。在走到垃圾桶之后呢，还做出了一个诡异的丢垃圾的动作，接着就消失在了监控画面里。这一连串的诡异的行为很容易让人想到在2013年发生的蓝可儿事件。我们在2014年的时候就专门做过蓝可儿这件事儿。当时咱们也说了，蓝可儿他就做了一大串奇怪的动作，比如在电梯里面突然按下了好几个楼层的按钮，然后紧张的在电梯口东张西望，双手呢还对空气做了一些奇怪的比划，做了一些奇怪的手势。后来21天之后，他的尸体在酒店顶楼的水塔里面被发现了。这整起案件可以说都透露着一股诡异，甚至说是灵异的色彩。于寒勋这件事呢，可以说很相似，这段监控画面是他留下的最后一段画面了。再之后就是凌晨5点钟，他坠楼被同事发现。所以现在最大的疑问就是，他当时在走出那个监控画面之后，他又去了哪儿？他又做了什么？要想搞清这一点，我们首先要了解这个休息室附近的地形。从休息室走出来之后呢，是一条走廊，走廊两边的尽头各有一扇防火门，从右边这个防火门出去之后，能够抵达酒店的各个包厢，所以右边这个门是常开的。如果从左边那个防火门出去，能够到达楼梯间，同时那个垃圾桶也是放在左边的。在这儿咱们要说一下，休息室还有包厢等等这些呢是在7楼，而酒店的大堂、办公室等等主要区域是在6楼。所以从这个左边的这个防火门出去之后，走楼梯间、走楼梯能够直接下到6楼。不过左边这个防火门一般是关闭的，因为一般没有人走这儿，大家更愿意去坐电梯，很少走楼梯。而当时于寒勋他就是向左走的，他在这里扔完垃圾之后继续向前走，走出了监控画面。走出监控画面之后，只有一条路，就是打开防火门进到楼梯间。走楼梯之后，他肯定是下到了6楼。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坠落的那个通风窗口就在这儿。这个地形是这样的，在走楼梯下到6楼以后，他面前会有另一扇防火门，这扇防火门打开以后就会进入6楼的楼道里了。而在这扇防火门的左手边紧挨着就是那个通风窗口。所以当时有一个说法是这样的，认为于寒勋他是第一天来嘛，对这儿的地形不熟悉，他可能是扔完垃圾之后迷路了，然后呢就阴差阳错的通过这个楼梯间直接下到6楼。之后他就想打开面前那个防火门，但是因为这个防火门不怎么用，已经生锈了，他怎么拉都拉不开，结果就在使劲的时候失去了重心，
一屁股坐进了旁边墙上那个通风窗口里面，然后就掉下去摔死了。其实客观的说啊，这个说法很有道理，但是呢，它存在2个致命的缺陷。首先第一，丢完垃圾往前走，只有那一条路会进入楼梯间，这样简单的地形其实不容易迷路的，这是一个硬伤。第二点，于寒勋有重度洁癖，而我们之前提到了一个细节，说他走出来的时候啊，没有穿鞋，是光着脚的。能让一个有重度洁癖的人光着脚往外走，连鞋都顾不上穿，肯定是有很重要的事情。再结合刚才我们说于寒勋在扔垃圾的时候啊，突然非常错愕地抬头看了一下，也许当时真的有人在旁边喊他。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于寒勋走进楼梯间从那儿坠楼，可能就跟这个人有关系了。那么这个人是谁呢？为了找出可能存在的这个神秘人，大家再次把目光放到了酒店的监控上，而这一次有了更加可疑的发现。刚才咱们说酒店提供的监控里面有25秒莫名其妙的缺失了，但这25秒并不是唯一缺少的，仔细检查能发现酒店提供的监控其实一共缺少了将近1个小时的画面。那么这些画面是在哪里缺失的？我们再回到当天晚上于寒勋的时间线里。刚说了，当天晚上于寒勋和几个同事接待了几位客人，一直到将近12点才结束。那么从酒店大堂的监控里可以看到，在当天晚上11点51分，他陪着客人从包厢里走出来，一起走向电梯。不过就在这时，他突然离开人群，独自走到了电梯旁边的角落，留下客人在那里不知所措。接下来呢，他转身靠在墙上，这个时候监控只能拍到他的后背，但是通过旁边的玻璃的倒影可以看到，他其实在那里偷偷的擦眼泪，好像是受到了委屈。1分多钟以后，11点53分，这个时候监控拍到于寒勋独自来到了休息室外面的走廊里，然后躲在走廊里放声大哭。看起来呢，应该就是当时他在那个电梯后面哭了一会儿之后呢，就直接来到这个走廊里开始哭。当时很多同事其实都看到了这一幕，但是因为他新来的不熟，没有人去问。接着于寒勋就走进了休息室，他坐在一张沙发上，脱下高跟鞋，抽了一张纸巾，似乎在擦眼泪。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男子也走进了休息室，站在于寒勋旁边跟他说话。至于说了什么，我们就不太清楚了。有一种说法认为，说这个男的应该就是刚才于寒勋陪的客人，理由是从监控里能看到他们穿的衣服差不多是一样的，所以应该是同一个人。但实际上那个画面呢是比较模糊的，至少我个人看了以后啊，不太好判断。从这个镜头再往后，重点来了，监控画面的时间从晚上11点54分突然跳到了凌晨0点53分，这中间消失了1个小时，很明显是被刻意的剪掉了。其实在公开这些监控资料的时候啊，有剪辑是很正常的，因为监控画面嘛都很长，人们也不可能一帧一秒的都看完，所以把一些重点画面剪出来方便观看，这是合理的。但是问题在于，你剪就剪了，还嘴硬说没剪。如果说之前那缺失的25秒是因为在画面中间实际上切换了一个摄像头，导致画面不连贯，可现在这缺的1个小时，这是从一个摄像头里缺的，不存在多个摄像头切换，所以这就很难解释了。可桃园警方呢，偏偏还坚持说画面没有剪辑，这是不是就有点问题了？除了监控里面缺失的这1个小时画面，其实在于寒勋的身上也存在着1个小时的时间缺失。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先来看看于寒勋他坠楼的时间是在几点。目前大家公认的他的坠楼时间应该是在凌晨3点，主要原因有2个。首先第一，之前咱说了，
大楼周围有商家曾经在凌晨3点左右听到了砰的一声响，这个声音应该就是坠楼的声音。第二点原因，在于寒勋的手上戴了一个手表，手表的指针停在了凌晨3点05分，很可能是因为手表在坠楼时遭到重击导致停止工作，那么3点05自然就是坠楼的时间了。凌晨3点多，这个时间乍一看好像理由充分，没毛病，但是咱们仔细想一想，这里面其实隐藏着一个细思极恐的大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死亡时间。之前说了，于寒勋是在早晨6点左右才被宣告死亡的，甚至警方赶到时他还有呼吸呢。3点就坠楼了，6点才咽气，这中间竟然活了3个小时，这可能吗？虽然我们确实可能听说过一些在高层坠落但是没有被摔死这样的案例，但那毕竟是小概率事件，所以这个死亡时间啊，其实是存在着比较大的疑点的。甚至有猜测认为，于寒勋真正的坠楼时间可能并不是3点，而是在4点甚至5点。我们退一步说，我们即便认为坠楼时间就是在3点，那么他在坠楼之前的1个小时里又发生了什么呢？这段时间其实我们也是缺失的。于寒勋最后出现在监控里是凌晨2点07分，扔完垃圾之后他走出监控，那么从2点07分到坠楼中间这至少1个小时时间，于寒勋在哪儿？难道他一直都在那个楼梯间里吗？这里面的疑点真的是太多了。于寒勋的家属曾经多次前往现场自行调查，他们确实也有了一些发现，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尸体附近的地面上找到了于寒勋项链的坠子、一副带血的手套，还有一个黑色钱包。血手套虽然听起来好像比较可疑，但是于寒勋的家属他们没有能力去做 DNA 鉴定，所以说无法发挥作用。黑色钱包呢，这里面倒是有一些证件，经过检查，这些证件属于附近的一个房产中介的员工，但是这个员工和于寒勋并不认识。最有用的其实是那个项链的坠子。之前咱说于寒勋的项链不见了，那么现在这个项链坠子找到了，但是项链的链子还是没发现，这说明这个项链已经被扯断了。可如果于寒勋他真的只是意外坠楼，他的项链为什么会被扯断呢？总体来说啊，手套和钱包可能和这起案子真的没什么关系，因为大楼的后面刚说了，本来就是一个堆放杂物和垃圾的地方，这些东西呢可能仅仅只是垃圾。至于项链坠子，这可能指向了于寒勋坠楼之前发生的某些事情，但是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个地方没有监控，也没有目击者，所以现在我们已经无法得知了。在最后的部分，我们再来说说和这起事件有关联的2个重要人物。这就要谈到于寒勋当时为什么会来到桃园这样一个陌生的城市工作。于寒勋有一个好姐妹叫张娃娃，这个张娃娃有一个男朋友叫马凯凯，马凯凯和于寒勋同时也是老乡。张娃娃她也是一个陪酒女郎，马凯凯的工作呢是陪酒女郎经纪人，专门负责帮酒店、帮夜总会介绍陪酒女郎来入住工作。而当时马凯凯他就是在帮桃园帝豪酒店当经纪人，他女朋友张娃娃也是在帝豪酒店工作，所以这3个人是一个这样的关系。帝豪酒店呢最近一直缺人手，马凯凯从几个月前就想把于寒勋给拉过来，但是于寒勋自己干得好好的，他不愿意来。可是马凯凯这边呢确实是需要应急，再加上有好姐妹张娃娃这层关系，所以事发前几天他就答应临时过来支援几天。可是万万没想到，刚来第1天，于寒勋就坠楼死亡了。在事发以后，于寒勋的家属本来还想找马凯凯了解情况，
但是却发现马凯凯直接不见了，在案发第3天就搬走了，并且在调查过程中，家属发现马凯凯在事发当晚的举动也非常可疑。当天凌晨2点多，曾经有同事给于寒勋打电话，但是发现一直打不通，所以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马凯凯。因为他们这个行业的管理属于是经纪人制，谁介绍来的由谁负责，所以马凯凯就应当对于寒勋负责。当时同事就问说要不要去各个包厢里面找一找啊，但是马凯凯不为所动，反倒是招呼大家一起下楼去吃宵夜。对经纪人来说，这种反应确实是一种失职，就好像是要刻意的回避一样。此外，家属通过调查得知，马凯凯在外面欠了不少钱，而于寒勋当天发的8000块工资恰好不见了，所以家属怀疑这笔钱会不会是被马凯凯拿走了。最重要的一点是，马凯凯的父亲很有势力，是基隆市安乐区的行政首长，这层关系也就给了人们各种想象的空间。咱们再来看马凯凯的女朋友于寒勋的好姐妹张娃娃。本来按照计划，于寒勋在来帝豪酒店支援的这几天晚上会住在张娃娃的家里，但是事发当天，张娃娃却突然告诉于寒勋说今天在台北有一个客人要包他1天，所以他就不回去了。这直接就把于寒勋给放了鸽子。于寒勋没办法，只能在酒店的休息室里面凑合睡一宿，但是也就是在这个晚上他出事了。这怎么会这么巧呢？所以家属总觉得马凯凯和张娃娃这对恋人可能有大问题，但他们呢也只是猜测，没有证据。这起事件中疑点确实太多了，家属一直认为这不可能是意外事件，一直在积极的起诉，主张赔偿。最终这栋大楼的2个负责人被认定为业务过失致人死亡罪，这是一个台湾那边的罪名，最后被判了半年。民事赔偿部分他们一共要赔偿家属147万。那最后针对这件事呢，咱们来谈一下我个人的一些猜测。其实我个人觉得于寒勋当晚很可能是在客人那里受到了委屈，喝多了，进而导致了意外坠楼。在一些监控的细节里面其实是可以看出来的，比如监控在11点53分拍到于寒勋和客人一起从包厢出来，来到大堂，然后呢，于寒勋自己就去电梯旁边去擦眼泪了，甚至后来还在走廊里面放声大哭。他当时为什么哭呢？有可能当时这个客人想约他出台，但是他不愿意，进而就产生了一些矛盾。随后于寒勋去了休息室，接着有一个男的也去休息室找他说话。如果这个男的真的就是那个客人，那么这种可能性说实话还真挺高的。因为于寒勋当时一直在哭嘛，所以后来他去走廊里面丢垃圾，可能真的就是去丢了一个纸巾。随后他走出监控画面，有可能是想到处逛一逛，醒酒，然后呢就迷迷糊糊的走到了楼梯间里，看到了那个通风窗口。这个通风窗口它本身是凹进去的，本身有一个比较大的窗台，再加上墙体的厚度，它的内部的这个窗台宽度能达到30厘米左右。所以说当时呢，有可能他是在醉酒状态下就坐在这里，或者趴在这里迷迷糊糊的睡着了，这一睡可能就1个小时过去了。而在熟睡的过程中，可能他一个不经意的扭动，就导致他从窗口里面跌落出去，坠楼身亡。这个推测呢，说实在的其实能说通，但是实际上也存在一些瑕疵。因为这里面最不可控的一个点就是于寒勋当时醉酒的状态，如果确实特别醉了，那么确实就有可能会因此坠楼。根据尸检，他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达到了每100毫升191毫克，这个数字已经相当恐怖了。但是别忘了，于寒勋她是一个陪酒女郎，她肯定特别能喝，所以当时于寒勋她到底有多醉，
是否意识清醒，我们不得而知。如果他确实已经意识不清醒了，那么这个推测也就有可能成立了。至于大家最关心的那个监控录像的缺失，个人认为第一段缺失的25秒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所谓的缺失，因为那段监控画面呢，是把2个监控摄像头的内容给拼在了一起，所以在拼的时候呢，可能没有那么严格1秒不差的去拼，所以导致中间少了25秒，这25秒可能并不重要。至于第2段缺失了1个小时，这个确实不好说，可能这1个小时里面于寒勋一直在睡觉，没必要放出来，所以就剪掉了，这也是有可能的。当然也有可能确实剪掉了一些很重要的画面，但这个其实就是比较阴谋论的方向了。总而言之啊，这件事的官方定论确实就是个意外事件，但是桃园警方当时他们的调查确实也不够全面，导致舆论倾向不太好。至于这件事它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样的，事已至此，我们能搜集到的线索越来越少，很可能就和兰可儿事件一样，变成一个久远的谜题了。好，我是大碗，本期节目素材来源自 TVB 新闻网、ET 新闻云以及中天电视网等等。